杨家二郎5岁后便会拥有自己的院子。但是我每天还是会跑这里来，这是我在外唯一会想念的地方。这是鸟笼吗？是啊，这么大。我阿娘喜欢鸟雀，喜欢看着这些鸟雀在笼子里叽叽喳喳、蹦蹦跳跳。我阿爷便天南海北的搜罗来各样的品种，还给他特制了这样一只大鸟笼，来哄他开心。我阿娘很爱我阿爷，但在杨家规矩的约束下，她变得行事谨慎小心，生怕给我阿爷带来麻烦。渐渐的，便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自我，就像这笼中的鸟儿一样，被困在了这个院子里。直到我阿娘去世的前一天，她叫我把这笼子打开，把里面的鸟雀全都放了出来。她对我说，要还给他们本该拥有的自由。鸳鸯，我不会像阿爷一样，我想让你继续做自己。哎，会长，这成亲之后第一次见你，这杨家办事仓促，爷都没闹上洞房。哎，杨老三伤成那样，没留下什么隐疾啊？44，你怎么能在未出阁小女子面前说这个？对，他到底行不行啊？你闭嘴！行了，别闹了，我今日来是说正事的。
平儿，你把大家都喊过来。好。再跟我笑你，行不行？再跟我笑你，这样我意思。规矩，入袖未干，你懂得什么是规矩？什么风把二叔吹来飞花会了？杨家的风。三郎媳妇儿，这飞花会在你的名下不是？你又加入了杨家，那么从今日开始，飞花会就并入杨家了。飞花会是众家共同建立的，杨家怎么能把其他家也划进来呢？众家，行，听三郎媳妇儿的。那以后众家就跟杨家合营，杨家经营有度。以后呢，杨家占大头，你们众家占小头，就这么定了啊！凭什么？因为季茵茵是你们的会长，凭她嫁入了杨家，那杨家的规矩就得比飞花会大，懂吗？哼，二叔真的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呀。但是现在飞花会与我无关。新会长，您与他聊。二爷，我这样做，是希望飞花会能走得更远。我如今是杨家的儿媳，若还继续担任飞花会会长，那飞花会必定会成为杨家的一部分。那到时候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全得按照杨家的规矩来，这样便会大大限制了飞花会的发展。所以为长远计，我必须卸任会长。莹莹的顾虑是对的，就如同今日，你们也不想飞花会日后处处受到杨家人的辖制吧？好，便是你不在了，这飞花会爷爷该罩着还罩着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，就是要选出我们飞花会的新会长。什么？会长？那这新会长必定也得是个才华横溢且能服众的人才行。哎呀，不光才华横溢，更要有担当，最好是出自书香门第，风流倜傥之人。那个各位如果信任爷的话，这会长之职啊，照你的意思，这个新会长也必须得姓桑才行，对吧？这样啊，我们飞花会什么事情都摆在明面上，向来开诚布公。想要担任会长一职的，我们举手表决，请举手。来呀，来，举手。好，同意我阿兄担任会长的，请举手。同意陈三郎担任会长的，请举手。目前陈三郎的票数最高，所以由陈三郎来担任我们飞花会的新会长。我阿兄和平儿平票，那就由他们俩来担任副会长。新会长的决策，副会长若是不赞同，那这个决策便无效。三郎媳妇儿，你这就不妥当了吧？你都已经嫁入我们杨府了，那你的产业该怎么处置，得杨府说了算。你这不妥当吧？夫人没与我说过这些，三郎也未与我说过。怎么倒是二叔来教我这些规矩？难道杨家的规矩是二叔说了算？你少拿夫人压我！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在外人面前，我是长辈，你跟我顶，你伤的是杨家的脸面，那事儿可大了。冒昧的打断一下啊，杨二爷的来意可是在于我们飞花会的归属之事。对，
你算是一个懂事儿的啊。哈哈，哎呀，我知道你们和我们家三郎媳妇的关系很好，你们若是不想看着他以后在杨府被欺负，趁早归顺喽。啊，我当然了，在生意上呢，我对大家都是多有恩惠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杨二爷真是慷慨啊！我这做了新会长，确实应该做出一点变革啊。那就请杨二爷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吧。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这事儿啊，我一个人说了还不算，还得问一下我的2位副会长啊，还有我们飞花会的成员们，同不同意我的决定啊？同意。怎么来的？整个益州城都清楚，杨家是杨夫人说了算。您在杨家是什么地位，我不清楚。你不要以为提着杨家就能在这儿横冲直撞的。今日我们初次相见，您来飞花会闹事儿，我不打您啊，不打您。再大放厥词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浣花溪旁儿郎们的厉害。三郎媳妇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在外面这么欺负你二叔，杨府不会饶了你。会长，我这个新会长行吗？你得相信自己能行。从今往后，飞花会的会长只有陈三郎，没有季莹莹。你我都是飞花会走出去的，你是扛着会旗的，我只是带头打架的。走到这个地步，我是应该站出来，但我总觉着我与你之间还差了好些步呢。取会旗，去浣花溪，举行新会长之礼。要带我去取。走，走吧。走吧，新会长。别取笑我了啊！哎，十字，别吃醋了，下次你当。嚯，写什么呢？杨静兰，男，益州人士，少时喜骑马，好舞剑。怎么，在写自己的罪状？他想更深入的了解我，我呢也想告诉他，我们2个现在这算是彼此靠近。你们这都已经成婚了，还想怎么靠近？这成了婚，反而有些话都不好说。不管怎样，祝你们琴瑟和鸣，白首偕老。成婚只是权宜之计。权宜之计？怎么，你想悔婚，不想娶她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即便是我娶了她，我也不能不在乎她的感受。我们2个成亲，那是感情的开始，不是感情的终点。怎么，不喝了？玉掌柜可说，这可是你最喜欢喝的酒。是啊，是我最喜欢喝的酒。但我夫人也说了，她不让我喝。番商这边一直在查，明里暗里需要南诏的番商众多，真正排查起来还需要些时日。白胜那边也一直派人盯着，但是他府外一直有人护卫，咱们的人不敢靠太近。
朱哥，你再派人去到南诏，找高兄帮我取样东西回来。什么东西？揭下某人的狼皮，一个让他原形毕露的东西。起来了！当初我们聚在一起，是被大染户逼得走投无路，是为了求一条生路。后来我们有了生路，飞花会越做越好，让所有的小染户都有了成功的路子。陈三郎，如今我把飞花会会长一职交给你。我问你，你可曾记得我们当初成立飞花会时的誓言？我们绝不以出身论英雄，绝不固步自封，绝不攘内排外。我们携手并进，扬名一州。我做成的事，你也做成了。接下来，你可以立你自己要立的规矩。从今往后，飞花会永远为你留有一席之地。既英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我让你立飞花会的规矩，没让你对我讲义气。既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平儿，既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既英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既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既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好了，既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既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爱在风中破了茧，与人世间绽放最红的艳。哎，这不是白郎君吗？好久不见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找季娘子。找季娘子？怎么了？你跟我说就行。上次未能雪中送炭，今日特意过来致歉。这样，你稍等一下啊。会长，不是钱会长，我觉得有问题。咱们出事的时候他没来，我觉得你还是小心点好。我知道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啊，我倒要听听白郎君想说什么。说吧，白郎君。若是再来一次的话，白某或许还是会说那样的话。让我为奴？让你为奴？季娘子是不是误会了？白某从来就没有这个意思。果然，今日白郎君不是来道歉的。那白某呢，只不过是一介商人，这在商言商。白
白某怎么会跟这么好的生意伙伴撕破脸皮？再说了，在益州的景业里，白某绕不过季娘子，季娘子也绕不过白某。那你我之间为何不握手言和呢？盛丰泽，白胜，他们会是同一个人吗？不无可能啊。我同意白郎君的观点，你我同在一城，何必剑拔弩张？但是趁人之危的生意伙伴，我受不起。哎，这季娘子说这番话，有些让白某寒心了。白某只不过是开了一个价钱，季娘子没有同意罢了，何来乘人之危啊？更何况，白某对季娘子也有一半真心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今日白郎君来不是为了道歉，是为了表真心啊。好，茵茵在此谢过白郎君这一半真心。若没有其他事情，茵茵先告辞了。蜀锦荷包，锦荷，大家过来看一看呀，都是蜀锦做的。嘿，大家来看啊，你看这荷包多漂亮！对，白郎君，这些蜀锦荷包多少钱？20文一个。哪个是你绣的？有卖无类，白郎君挑到哪个就是哪个。若是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些应该是季娘子用成衣铺子里面的碎锦制作而成的吧？季娘子做生意还真的是一把好手。那个荷包绣工不太好，白郎君换一个。不必了，白某倒是听说季娘子绣工一直不是很好。多谢。哎，您好，好精致的锦盒呀，怎么卖呀？30文一个，这么贵？金子做的呀？哎，这可是益州城前任景王杨家锦制成的锦盒，娘子还觉得贵吗？这真是杨家锦，童叟无欺。这杨家什么时候卖这玩意儿了呀？杨夫人体恤益州百姓，皆见蜀锦之美，难得蜀锦之用，所以便做了这些碎锦。虽然价格是贵了些，但大家也买得起，这样也算多多少少都用得上蜀锦了。这杨家是织锦世家，果然宅心仁厚。这个锦盒我要了，以后啊，我也是有蜀锦的人了。就是，哎，这个呀可是杨家锦做的，是杨家锦做的。对，这是杨家锦做的荷包。是。好。再来，要不要再看看锦盒？这锦盒不卖了。这锦盒30文一个。这锦盒不卖。二叔公想要锦盒，您可以再挑个别的。这个是这位小娘子先看上的。不光这个不能卖，你们把已经卖出去的给我用双倍价钱都给我赎回来。啊，是。二叔公是何意？何意？杨家锦不散卖，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三侄儿媳妇儿，你会铸成大错。故而，二叔公来亡羊补牢。二老爷，西总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说去。慢着！
我做岁锦生意是阿公阿家都同意了的，难道二叔公说话的分量高过家主和长氏吗？诸位，我杨家大嫂操持家务，劳苦功高，难免有疏漏之处。我杨家大哥就是被你这个装模作样的鬼样子给欺骗了。我身为杨府宗亲，有监管之权，我断不可能让你这个小小的晚辈丢了我杨家的脸。若是我不肯给呢？收。多谢二叔公照顾我的生意，晨会300文，请付现钱。给钱！你个气盈盈啊你！我家二叔公家大业大，不会生抢直袭的东西，丢了杨家的脸面。对呀。我说了不给吗？我给，我给。你等着啊，这事没完。多谢二叔公。二爷在家向来保护。三少夫人，小心呐！我季莺莺也不是好惹的，今日卖光了，收摊。哎，您拿去。好，走。哎。虽然今日之事不算什么大事，但是只要加以挑拨，它就会成为季莺莺和杨家宗亲之间矛盾的开始。那这个荷包不在你的谋划之内吧？你我之间是有合作，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你的，有一些东西它不是你的。番商查的怎么样了？运锦往南诏的番商从头都查了一遍，文书账目人员都清白得很。你痊愈了？如何？看你这样子，还能再享一次亲啊？那还是算了，得一人足矣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对了，这个去南诏的人回来了，这个白胜果然便是南诏白王。白胜，哼，白王，那证据。荣锦，你再写一个文书，阐明始末缘由，请太子斡旋吧。啊，斡旋的得快。你就写，如若不够快，你师弟就要死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虽然咱们有实证，可他毕竟是南诏的王爷，朝中是不会愿意招惹南诏的。南诏白王勾结的可是咱们大唐益州的守将，不招白王，也得先抓牛锦吧？啊，还有啊，您的文书上得写明，这件蜀红嫁衣是我夫人的，我夫人大度，给他们看看，替我好好保管，看完了早点给我还回来。啊，好。啊，番商还查吗？查呀，证据这种东西越多越好。除了那几个明面上的，运送其他货物的也都查查。那些商队诡计多端，惯会偷税逃税，不是他们说不走南诏，就真的不走南诏了。可是这经过益州城的番商实在太多，一时半会儿怕是查不完。用不着都查呀。那怎么查？喝茶。喝什么茶？我那儿还一堆公务呢。
我来问你，这蜀锦价值几何呀？锦金也，其价如金。那我再问你，锦应该穿在何人身上呀？达官显贵、豪绅之士。但是若能让寻常百姓得享蜀锦之美，那他们定会交口称赞杨家宅心仁厚，也是为杨家广结善缘。那些个贩夫走卒，他们的称赞有何用啊？二叔来教教你，锦要是让这些穷人穿上了，那就是对贵人雅兴的破坏。不过就是一些碎锦罢了，那些贵人的气量如此狭小吗？放肆！敬穆公尊长，你就是这样跟你二叔公说话的？兄嫂啊，新媳妇儿不懂事儿，您就是再忙也得抽出时间管教管教吧。这次幸亏二爷去得及时，才没有生出大祸端。三郎媳妇做碎锦的事，也是我应允的。如果茵茵真的是有错，那我这个做主母的，也该担一份责。阿佳，茵茵，你先别说话。你管理着杨家莫大的家业，向来谨慎。此事定是有人谗言蛊惑于你，你才一时糊涂啊！我们相信你定能公平处置，保我杨家立身之命啊！是我考虑不周，幸好有二爷出手，才未酿成大祸。但此事也不宜太过声张，如果把事情闹大了，岂不是丢了我们杨家的脸面？诸位觉得呢？我觉得你是长事，你处理便罢。茵茵，碎锦的事儿你就不要做了。你刚嫁过来，对家规不熟，才险些酿成大祸。便将家规抄写3遍吧。是。3遍，一个字也不可以少。答应了，却又阻止了你，是阿家失言了，抱歉。和宗亲们对抗，争得过今日，争不过明日。我是杨家的媳妇，即便我是长氏的，也要活在这个家规下面。这规矩就不能变通吗？100年的家规，代代相传，早就根深蒂固，哪是那么轻易能变的？我还以为大户人家的媳妇天天都数钱解闷，原来还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猜错了。那些个叔伯长辈一个比一个难缠，你做不好，他们挑3拣4；你做好了，他们说你不守规矩。我阿娘让我不要惹事，可现在分明是事在惹我。
你怎么选？要么走，要么忍。没有别的选择？要是有别的选择，当初我也不会离开杨家。我偏要走第3条路。那是什么路啊？还没想好。也许到头来就是一场空。我要把穗锦卖下去，我不管他们谁当家，我就是要证明他们是错的。我也觉得穗锦是个好主意。杨家不卖，咱们飞花会可以自己做自己卖。我也觉得是个好主意。不知季娘子是否有兴趣去藩试一试啊？白郎君不请自入，似乎有些不合礼数。抱歉，是白某失礼。不过白某确实也想趁早跟季娘子见上一面。白某听闻季娘子的穗锦生意断了，觉得很是可惜啊，特此前来跟季娘子谈谈合作之事。穗锦赚的钱9牛1毛，与白郎君来说算不得什么吧？所以啊，做生意是假，交朋友是真。倒也不是不行，但是这次合作，全部得听我的。但凭季娘子吩咐。家的剑士兰，我们自己家的剑士兰，锦盒，看着随意看，特别美。锦盒怎么样？这节你们从哪儿弄来的啊？谁让你们在这卖这些东西了？这位客官，蜀锦寸锦寸金，边角和样锦一时弃之可惜，我们便拿来做些小配饰。是啊。这些就是您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，做成一些老百姓可以用得起的小装饰而已，所以才叫与民同乐嘛。哎，货有高低贵贱，人分3、6、9等，与我用的一样，他们不配。怎么不配啊？蜀锦出自百姓之手，百姓为何不配啊？就是啊。你生意做得再大了，你雇佣的是不是寻常百姓？你卖羽的是不是也有寻常百姓啊？你赐予他们这些小恩惠，换来的呢是他们开开心心为你做工，多买点你家东西，这样不好吗？哎呀，郭军爷，我是没那么多讲究，但是那些官老爷不会相信您这些话吧？他错了，你错了，为什么呢？官老爷才更讲究。前朝有个大臣。这个大臣呢，上朝的时候就穿了带补丁的衣服，之后呢，得到了圣人一众的嘉奖。你想想，蜀锦又好看，又能博得一个与民同乐的名声，这样不好吗？不好吗？还有一句话我要跟你说，怎么说来着？连胜传家政，流芳衡古今。连胜传家政，流芳无古今呐！我就爷一席话，令在下醍醐灌顶。那这些小东西我也装几个吧。
装，与民同乐嘛。您看啊，哎呀，3日不见，刮目相看啊！这算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会长，哎，前任会长教的好。哎，真是可惜了。可是什么？这要在之前啊，在那呼风唤雨的，肯定就是季娘子你了。只是现在，你嫁到杨家了，就没有那么自由。哎，白郎君，我听说南诏人都是儿子继承阿爷名字伟字为姓，你阿爷叫什么？季娘子怎么突然对白某的事情这么感兴趣啊？白郎君对我的事无所不知，我对白郎君却知之甚少。知己知彼，才百战不殆啊！我总得知道一些白郎君的把柄，才能放心继续合作嘛。把柄？好，好，好。白某的把柄就是不吃甜的。哼，毫无诚意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开个玩笑而已，何必当真呢？可是你看起来不像是会开玩笑的人啊。好吧，季娘子想问些什么，白某定当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当真？当真。不如白郎君与我讲讲南诏。季娘子不是想了解关于白某的事吗？怎么又问上南诏了呢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当然得从根源上了解。哦，是这样。好。那季娘子想了解南诏的哪些方面呢？比如南诏锦业贸易。哎，南诏来往益州的商队都有哪些啊？南诏会自己织锦吗？问了这些问题，那可就说来话长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慢慢说。但问题是，白某此时这腹内空空啊。要不这样吧，季娘子请白某吃饭，我们边吃边聊如何？掌柜的，要一碗羊肉粉。来了。1碗羊肉粉不够？够。请慢用。好，多谢。哎，这是工钱，得先说了才能吃。益州府10月9，斗锦会。蜀锦兴于春秋，而盛于汉唐，因产于蜀地而得名。唐时，权贵豪绅皆好着蜀锦，军中更可以锦代饷。蜀锦一时价格飞涨，寸锦寸金。我阿耶是益州城最惊艳才绝的锦王，因为他染出了蜀地最美的红。他钻研各种染料，研磨搭配。每一步都要轻微。他说，将熟丝在浣花溪里换洗，才能染出鲜亮的颜色。那是我见过最美的红丝，张扬热烈，流光溢彩，阿耶叫它蜀红丝。只是蜀红太美，美得怀璧其罪。季归南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以次充好，拿赝品
充当供给。刘警官，当日是你我一同合验，每口箱子我都亲自验看过，绝无可能有假。如今交与督运官，仅在驿馆放了1夜，变成了赝品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大胆！难道是督运官偷了你的供给不成？来人！是，给我拿下！慢！你的官职还没有拿人下狱的权利。我要面见4时，自证。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是。季归南，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已被督运官就地正法。将季家所有的财物一律充公，给我搜。是。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找到蜀红锦衣一件，应该是宫中赏赐。那是我的，沙叶留给我的。放开！快松手！爷爷，快松手！阿爷说过，金没了可以再吃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让你放开！莹莹。你不能去！哎，你秀兰，你不能去！阿姨，求你救救季家！哎呀，孩子家人，你懂什么呀？求你了！哥还要回家，哥还要回家。这里虽然有些残破，
但是我能找到最好的房子了。赵二郎君有心了，这钱，季家会尽快还给你的。钱什么时候还都来得及的。您和英英与阿兄喜逢大赦，一切都重新开始，日后定是一日好过一日。接赵二郎君吉言。夫君，我们回家了。阿爷你就放心吧，我和阿兄会听阿娘的话的。季夫人，既然回来了，还请出来一见。季夫人，那咱们的债是不是可以清一清啊？诸位，这个钱季家一定会还的，只是如今家产被抄，现在身无分文，还请诸位掌柜再宽限些时日。我倒是替夫人想了一个好法子，我已然与诸位掌柜说和好了，只要夫人肯将蜀红丝的配方交给刘某，咱们的债一笔勾销，其他掌柜的账我替夫人还了。我阿爷获罪，家里也被抄了个精光，不曾留下蜀红丝配方。我阿爷在世时待诸位伯伯不薄，诸位伯伯这样咄咄逼人，传出去不怕坏了名声吗？名声能顶饭吃吗？要么还钱，要么交出蜀红丝配方。赵修远愿以身作保，不知诸位可否宽限些时日？咱们是跟姓季的讨债，你一个外人插什么嘴？二郎君，既然是还不起，那不如卖身抵债吧。带走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阿娘，阿娘，你们住手！既然你们不肯给季家活路，那今天咱们就都别活了！让父老乡亲们看看，你们是怎么欺负孤儿寡母的！看日后谁还敢跟你们做生意！就是啊。好，今天我就退一步。这笔钱，就算是咱们借给你们的，利息就算5分。从今年开始，每年都得还利。若是晚了1天，哼，别怪我们告上官府，让你们季家以身抵债。走。阿娘，你没事吧？阿娘，阿娘，阿娘没事，阿娘没事，你们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没有，阿娘，没有，那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阿娘，我扶你回屋歇息吧。好。料峭寒雪尽，娥皇时迎春。莺莺，愿你尽遣霉运，从新开始。
大夏里来了，快跑！快，搜摊！快！这花甲要洗就不洗别人洗，太霸道了这。大点护手不行。小娘，帮我把那个收了，快！我去拖住他们。拜托了，英英，太感谢了。快点。哟，花郎君，您怎么来了？这艳阳高照的，你要是晒黑了，可就不俊逸喽。我来看看有没有哪个不长眼的到我花家的地界偷着洗丝。哎呦，你这么热呀？你说说你折腾来这儿干什么？大热天的！大热天的干什么你？啊！哎呦！今日我季家交货，花郎君怎么不去看看呀？看什么看啊？这生意上的事儿，都由我英明非凡的夫人都会处理妥当的。也是哈，你们家都是夫人说了算。哎。金宇存心给我作对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去不是给您打伞吗？自然是您到哪边我就到哪边呀。我在哪边，你就在哪边是吧？拿来吧，让开。算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跑得快！要是以后谁还白天到这儿来偷着洗丝，我打断他的狗腿！就是。哎，金英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，有事先走了，您让一下啊。好。颜金应马，良驹配美人，春色正好，可有小娘子愿与爷同乘呢？吓死爷！爷这个姐姐娘，差点摔着爷。这位小娘子很是俊俏，爷带你进城游玩一番啊。我爹，流氓！爷！哎，快！他们调戏小娘子。敢来三道堰欺负小娘子，我看你是打老虎脱裤子，又不要脸又不要命啊！就是，你说谁的脸是定的？你知不知道爷是谁啊？怎么跟爷说话的？爷告诉你，打你就打你，我打你之前还查一下你家家谱啊！打他！爷好心带你看漂亮娘子，你踹爷干嘛？你若再敢动我的马，我就把你种在这水里。爷不就亲一下马吗？你，对了，他们还打你的马了。那个，粉衣服那个小娘子，她是头。打不着。是你呢？多谢郎君为我实话。我若没来得及时，他祸便就死在这儿了。对，是他调戏小娘子在前，我若没及时拦住，他祸便入牢狱了。这么说，他确实该打。不是杨老三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可是，你们却打了我的马。对呀，对不住啊。我们打的时候，他也没说是你的马呀。你说这马竟不会说人话，他但凡说一句是你的马，我们也不会打他。就是。你干什么？小娘子伶牙俐齿，倒好好教教我这马儿怎么说人话。放下来了！我不会教马说人话，
但是我会教人说人话。这人会悬崖勒马，马可不会控制自己。下次打人的时候离马远一点，我不是每次都能来得这么及时。下次，那要看马上的人做不做人事了。就是。呀，我的！生我所欲也，义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咱家今日只有这个了，你且将就2日吧。君子食无求饱，锅盔，你虽然是狗，但是做狗也要有做狗的规矩，要做狗中君子，不能太重口腹之欲的。再挑食，我打断你狗腿！吃。平英，今天脾气怎么这么大呀？你又跟谁吵架了？没，就打了一架。啊？和谁呀？我不知道。我看那衣裳还挺富贵的，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。阿兄，咱们说好了，老规矩，不找上门就是无事发生，找上门就带阿娘出去走走。老君，那花掌柜来了。阿兄，我怕我去会会。哎，我先去拖着他，给我。花掌柜，你上次订的丝都在这儿了，点个数吧。颜色也不鲜亮，光泽也暗淡，摸起来也有些毛躁。花掌柜，你再仔细瞧瞧，这可是剑南道最好的桑蚕丝，纤度均匀，光泽柔和，颜色要比市面上鲜亮许多啊。季大郎君，我与你说实话吧，如今营商不景气，益州城几个织锦大户又一直在压价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我都没有钱收你们的丝了。人无信不立，我们既然立了契，就该按规矩办事。这是你季郎君的规矩，我的规矩，若要卖，就按5折算，不卖就算了。这单我按原价赔给你们，但日后你们季家就别来我这儿分订单了。花掌柜，家中情况你也知道，每年还要还你利息，我阿娘又病着，这吃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。要不这样吧，如你家急需用钱，我借你20贯。我们本就欠着你的债，若是再借，这何年何月才能还得上啊？阿兄，花掌柜与你开玩笑呢，他不会再借钱给我们了。花掌柜，为何不会？阿兄细想，咱家本就欠着花家50贯，若再借20贯，即便只算3分利，这利滚利的比咱家1年的利润都多。这要是还不上，我们全家都得卖身花家为奴。但是花掌柜宅心仁厚，人美心善，他定不会让咱们卖身的，自然就不会借钱给咱了，对不对，花掌柜？那好，既然季家不缺钱，这单就按4折算吧。花掌柜，好啊，那就请花掌柜重新拟定订单，里面请。花掌柜，笔和纸已经准备好了，您写吧。齐英英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来人呐，外面来！我们家这狗就听不得人大声说话，您声儿越大，它下嘴越快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是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他说牢里的饭比
说嘛，成交，劳您画押。哎呀，承蒙惠顾，郭奎送客。艳阳，我知道花掌柜是为了让咱们家利滚利，一辈子给他当奴隶使。可你今日如此对他，若是来日他不收咱们家私了，可如何是好啊？咱家私染的好，便是7折他也不亏。他生气归生气，但他是个商人，利益是第一位的。可阿爷说过，以德服人，生意才能长久。阿爷也说过，只与讲道理的人讲道理。阿兄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死的归你管，活的归我管。好。哎，戚夫人，听闻您女儿今日在浣花溪畔与人打起来了。婷儿，去把我的竹棍拿过来。阿娘，快去！自求多福。为什么都要季妍妍，给我站住！阿娘，他又不是哑巴，不需要你替他辩解。娘，我真的错了，要不你打我一顿？郎中都说了，您的身子……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行事无状，一味与人争强斗狠，只会坏了自己的名声。你说说你，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？季莺莺，阿娘，我饿了，我肚子都叫了，我饿死了。我也知道错了，你就饶了我吧。行了，赶紧坐那儿吃吧。我就知道阿娘最疼我了。哇！我在想哈，这个花掌柜从8年前便开始收集我们的欠条，直到今日成为我们唯一的债主。我觉得他竟是另有所图。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这些事儿就让你阿兄去操心就好了。如今你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再跟以前一样。更何况你和赵家的2郎君还有婚约在。这些年赵2郎君对我们家不薄，你不能让人家为难。阿兄都还没成婚，我不急。长者赐，不可辞。婷儿，不还清债务，重振我季家门楣，我绝不成家。有志气。哎，右折进，不可辞。好了，金莹，你说说，今天你到底跟谁打架了？阿娘，其实我今天真的没有打架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浣花染坊和韵霞染坊，还有别的好多家染坊吧，有一些那个，就是，哎呀，这个我也跟你说不清楚。哎呦，郭辉还没吃饭呢，我得给他送点饭吃。金莹，郭辉，你，算了，郭辉，这孩子。婷儿，你知不知道他跟谁打架了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明天赶紧去打听打听啊，然后好生去人家给人赔个不是。阿娘，莹莹虽不娴静，可也从不会主动惹事。我看这件事还是对错又有何相干？他不明白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明白。天理昭昭，我早就不奢求了，我只盼着你们兄妹俩能够一生平安顺遂。知道了，阿娘，别气了，吃饭吧，我明天就去。
但是杨老三，有一件事儿，爷对不起你。你说你好不容易给爷交代个任务，让爷照看你的师傅，还让爷照看没了。这益州城就废警官了，这死了3个了。你说这当什么不好，非要当这警官？我都他可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的？哎，有一句话，他说让我再见着你的时候，好好告诉你。这便是你在益州最好的朋友啊，他好在哪儿啊？好在向来信我。那沈警官对他可有留有什么话呀？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吗？是属下僭越了。不知杨警官明日有何安排？是回杨家还是去见一个朋友？你在益州还有朋友？送信的人只是说官兵围住了你家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怎么又是你？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来日好友。叫金义出来！金义出来！娘子，金义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娘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开门！难怪昨日夫人差我去问你与谁打的架，谁也不晓得。原来不是三道堰的，是益州府的国舅。这怎么办呀？偏生夫人和郎君这会儿也不在，出去采买去了。桂叔别怕，我在家呢。娘子，你找什么呢？找个趁手的家伙。开门，开门！爷都要死了呀！哎呀，这一大早这么热闹呀！哟，哎呀，原来是国舅爷大驾光临啊！哼，这都害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乖乖跪下给爷磕头认错，爷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你嘛。哎呀，感谢您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大人有大量。可是我这前看右看，左看下看的，也没看到您的身火。你看我这腿、这头、这胳膊、这全都折了，疼吗？哎，娘子，我爷用力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，桂叔，我出血了，破了，我破了！国舅爷，我家娘子可是诚心认错，你这样未免太过分了吧你？你少诬陷人，他分明是自己磕的。我一个未出嫁的小娘子，我如此爱惜自己的容颜，我怎么可能自己毁自己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告诉你，国舅爷没事啊，你怎么比爷还无赖啊？啊！你信不信爷给你抓起来？我头上这个伤明明白白，大家伙都看见了，是不是？是，都看着了。国舅爷身上的伤经得起仵作验看吗？您要是想去州府衙门，那咱们就去州府衙门。我听说桑长史向来善恶分明，等他回来了，定会给出一个公道。我看看啊，果然是他。这就是你说的朋友，蜀红解盲之女季莺莺。你是真认识，还是为了安排？不管你是为了什么，这种情况下，你不打算帮个忙吗？用不着帮他。你看，那伤是假的，不过反应也都挺真的。你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有寻找蜀红寺的黄命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我之前做过，
怎么着都没做出来，你尝尝。属下这是在给您制造契机。哎，杨老三，来的正好，来，你给爷评评理啊！刚才是不是他故意磕在那儿的啊？方才发生的事儿呢，我这双眼睛看的是一清二楚。要我看，僧长是过2日就要从外地回来了。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惹是生非。我的爱憎。怎么能说我爱憎？你看呀，你们2个，你阿爷看到了会相信谁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能瞒得住别人，瞒不住你阿姨和我。行，你给爷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走，恭送国舅爷。诸位，这人都走了，还嫌热闹没看够啊？要不我把国舅爷叫到你们家门口去看热闹啊？啊！走，回家，贵叔。大叔，方才我不小心摔碎了1只碗，身上钱财未带够，还请大叔替我还个碗钱。啊？大叔若不方便，那我就只好请国舅爷回来替我还这碗钱了。多谢。金娘子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若不是花家郎君告知14郎，浣花溪边有美景，指得他非要在那边给我接风洗尘，也不会有这番误会。花家，一点都不意外。那既是如此，就有劳这位郎君多劝说国舅爷，不要记恨我们3道堰的儿郎。可有什么好处？多做善事会有福报的。这干涸的速度，这颜色，你这头上怕不会是染料吧？欺瞒国舅，胆子可够大的。郎君想要什么好处？我帮了娘子，娘子总该让我进去讨杯水喝吧？成，请。稍等。郎君，水来了。就在这儿喝。季家规矩，进了门先饮水。好。好了，两清了，请。我还没进去呢。你说要进门，我也让你进了；你说要喝水，我也给你倒了。多谢郎君相助，恕不远送。哎，不是，我帮了你。谢谢。多谢郎君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你把我放外面了！哎，娘子。阿娘，你慢点。站住！阿娘，我没有打架，这次我真没打架。玉英，你受伤了？啊，没有，假的，我一点伤都没受。假的？嘿嘿，你看是不是？怎么，假的我就不骂你了？可是我只有这样才能骗过他们呀，他们都以为这是真的。阿娘，今日桑14登门都是花掌柜挑唆，即便是桑14肯罢休，花掌柜他们也不会。阿兄，咱们一定要想个法子对付他。季莺莺，你就不能忍一忍吗？
就非要由着自己的性子跟别人对着干是吧？那花掌柜自是欺行霸市，为人不耻，可他为什么全人只盯着咱们季家祸害？阿娘觉得是因为我不肯低头，他们才不放过我们家。阿娘觉得是我错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只希望咱们季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哪怕是受点委屈、吃点亏，只要不惹祸事，那就是福气。难道阿娘这么说也有错吗？都听好了，打今日起，浣花溪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都不允许他这个惹是生非的人来这儿洗丝。花郎君，众所周知，蜀锦染丝唯有在浣花溪中漂洗过，才能色艳有光，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蜀锦。浣花溪就是染户的命。我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您，您要这样毁了我的生路。哎，你没得罪我，你得罪的是国舅爷。